这组照片呢是童瑶此生最不愿触碰的伤痕。2013年呢，因为长相酷似章子怡而被称作是小章子怡的童瑶呢，在街头遭遇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暴力袭击。施暴者呢正是张国立之子张默。在这场暴力发生之前呢，童瑶和张默呢还是恩恩爱爱的校园小情侣。可偏偏呢，作为大一新生的童瑶呢，就接到了林海雪原的邀约，她不想放弃就跑去找这个系主任这个黄定宇去求情。黄定宇是谁中戏表演系系主任，在那个年代他就是中戏的活招牌，手里呢握着无数的人脉和资源，是能够决定学生前途的王。当时的中戏有条铁律这大一新生呢不准出去接戏。他当年梅婷为了拍戏直接选择了退学，可见这规矩有多么硬。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黄定宇大手一挥竟然意外的批准了。这个意外呢成了点燃炸药桶的引线。太子爷张默认定这女友童瑶呢和这个黄定宇之间绝对发生了不可描述的资源交换。一场风暴呢在中戏的街头以最丑陋最暴力的方式爆发了。张默呢把童瑶叫到楼下，二话不说，拳头就像是雨点一样的砸了过去。那不是情侣吵架，那是单方面的令人发指的殴打。童瑶被打到鼻骨骨折，左眼球出血，遍体鳞伤。他在极度的恐惧中呢，甚至绝望的哀求说让施暴者呢歇10分钟再打。这是何等的残忍和绝望呀！张默呢在施暴之后扬长而去嘴里还骂着这是你自找的。这事情闹大之后呢，京圈太子爷当街打人，这瓜呢瞬间引爆了全国。张国立那位演了一辈子和善皇阿玛的老戏骨，也不得不从剧组连夜飞回北京开发布会，替儿子去擦屁股。他对着全国媒体几度是语塞，老脸丢尽，疯狂道歉。我没有办法来说这件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来，总之这件事情我无法去面对。但张默呢，他一开始拒不道歉，他固执的认为呢自己被绿了，他是受害者呀。直到他爹的巴掌和警方的拘留同时到来，他才蔫了。但他呢，并非认为自己错了只是害怕了而已。张国立呢，也开始在各大场合给儿子辩解，就觉得他运气太不好，他遇上太多的麻烦事儿。这麻烦事儿当然跟他也有关系，可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讲，也是不能够就是归结到这个孩子身上。这场风波的结局是什么呢？张默呢被中戏开除黄定宇的因为风波被学校开除。据传这个后续呢还介入了其他的调查，彻底凉了。而童瑶呢，她是整件事件中最惨的受害者，但她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铺天盖地的荡妇羞辱和恶意的揣测。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是你自己不干净才惹怒了太子爷。为了资源，那脸都不要了。在那个人言可畏的年代童瑶的口碑那是瞬间的崩塌。小章子怡的光环碎了，取而代之的是劣迹艺人的标签。她的事业刚起步呢，就坠入了深渊，片约中断，广告解约，他被彻底的软封杀了。从2003年到2013年，整整10年你们知道这10年对一个女演员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她最黄金的10年，可她呢却活在了那个暴力事件的巨大阴影里，动弹不得。这10年她的同学文章呀、白百合靠着奋斗失恋33天，成了内娱的顶流，而她呢，在各种不知名的剧组里打酱油演着 N 号配角，试图用最笨的方法呢，把自己从泥潭里一点点往外拽。她不是没想过放弃她也想过回昆明过着平凡人的生活，但她呢终究是没有认命。2013年，他人生的第2个关键先生出现了，王冉。这个王冉呢，是易凯资本的 CEO哈佛毕业的顶级高材生，一个比他大17岁的男人，一个真正手握资本的男人。王冉不是张默他不是来索取和毁灭的，他看到了童瑶身上的光。在王冉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呢，童瑶开始解冻了。我们必须人间清醒的认识到光有演技和坚韧在贵圈的那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资源和机会。而王冉呢，恰好就是那个能够给他机会的人。看看他翻红的轨迹2018年《如懿传》他演的高希月呢，是那个奶凶的高贵妃，又蠢又坏，让人恨不起来。这个角色呢，让他第一次摆脱了童瑶的影子。同年呢，大江大河他演的这个宋运平，那个温柔坚韧，最后却意难平的白月光姐姐，这个角色呢，让他拿下了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然后呢，就是2020年现象级的这个30而已，顾佳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独立清醒，敢爱敢恨，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能够为了孩子手撕小人。当童瑶扮演的顾佳把那个欺负儿子的家长拽进小黑屋的时候，弹幕都疯了。那一刻呢，仿佛是2003年的那个18岁的童瑶在对着2020年的自己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宰割。2021年，他凭借顾佳站在了白玉兰的领奖台上，击败了夺冠热门的热依扎。争议当然有很多人说呢，他是资本的胜利说他呢嫁了个好老公拿到了最好的资源，所以才能够赢。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说他在这10年的黑暗里自暴自弃，早就烂泥扶不上墙了，那就算是资本想砸他，那都砸不出个响声他的赢呢，是坚韧加实力的内核过上了资本的助推器。他没有选
选择张默那样在太子爷的梦幻里一路吸毒作死，把自己彻底玩完。他也没有选择沉沦在受害者的情绪里一蹶不振，他只是在被打扫殆尽之后擦干了血，花了10年的时间慢慢的爬了起来，然后呢抓住了每一个能够让他往上走的机会，从被张国立儿子暴打到被资本的力量捧起。童谣的人生呢就是一部最狗血也是最励志的内娱渡劫记，他用18年的时间把那个小章子怡的标签亲手撕掉，换成了白玉兰事后童谣，这就是他最好的复仇。